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会坚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殿下答应过我，还要带我去找回记忆。还说一笑而过，忽灭忽明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再放高一点！师哥哥，再放高一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再放高一点！哥哥加油！再放高一点！好嘞，再放高一点是吧？好。四哥哥加油！四哥哥加油！小莲，小莲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都流血了，疼吗？不疼。风筝飞了。我帮你上点药吧。轻点，轻点。好，我轻点。这是娘最好的创伤药，上了就不疼了。好疼，好疼。你把头转过去，我给你吹吹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啊？可惜，你费了那么大力气从山外带回来的风筝。没关系，晚上给你做一个更漂亮的。真的吗？你会做？会做。那我想要一个萤火虫的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不过，你的伤口好深好长啊，以后可能留疤了。别碰。很丑吗？留下伤疤的话，以后会不会永远都去不掉了？是不太好看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算这伤疤再丑，我也会娶你的。他不是，他不是。不管你长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嫌弃你。他在笑我自作多情吗？我真是太不矜持了。在这里等着。我不想再回大司空府了。对了，咱们可以拿那个女人去换呀，听说她是周国大司空的侧室，种宰夫人的亲侄女。属下已经派人给大冢宰府下了帖子，让他们交出史牢的钥匙，放了那些兄弟，否则就让他给那女人收尸吧。宇文护老奸巨猾，宇文邕也非泛泛之辈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范。说得对，听说宇文邕荒淫无度，府上妻妾众多，区区一个女人，怕是威胁不到他。不过这也难说，这袁清所是种宰夫人的亲侄女。阿才说了，昨日宇文邕
对这袁清所还是有点紧张，想来他肯定是有用的。各位将军，宇文护的性格我了解。昨夜他还不顾我的性命，下令格杀勿论。难道明天天亮了，他就会顾及我的性命，束手就擒吗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宇文护的威名何在？就算他假意答应你们，也是为了引诱你们上门罢了。各位将军不必看我，卿所蒲柳之姿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与其说是冢宰府的人，倒不如说是冢宰府用以笼络宇文邕的物件。谁让你过来的？咱们又凭什么相信你？凭这个，这是昨夜我在宇文护那儿偷来的钥匙。什么？钥匙已经拿到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钥匙哪有那么好拿？殿下，当心这是宇文护的奸计啊！你们不相信可以理解，不过殿下无所不能。如若这把钥匙是假，殿下可以随时来取我的性命。殿下，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。对，不能信。跟大冢宰府的帖子约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？后天5时，城中西大门。到时候，宇文护会在石牢门口和城门口同时设下埋伏。他宁可丢了我的性命，也不会让你们逃脱。还好，我们有钥匙。我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。什么？什么万全之策？什么呀？你说，快说呀！说来容易，就怕你们不信我。殿下，这个女人可是袁氏的侄女，她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帮助我们跟宇文护作对？殿下，您可要三思啊！我不是平白无故，我也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这个条件，我待会儿会亲自跟你们殿下来说。宇文护他生性多疑，即便是他发现钥匙被偷了，你们这么强硬的要用我去换钥匙，他也要怀疑3分的。更何况阿才并未得手，这钥匙究竟在哪里？宇文护更会猜忌。我猜测，宇文护会先拖延时间，一方面寻找你们的下脚之处，另一方面寻找钥匙。所以，事不宜迟，最好今天晚上就行动。我呢，就会佯装逃避的样子，逃回大冢宰府，告诉他们，今夜你们便会偷袭，如此大冢宰府便会加强戒备。我会尽量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邕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趁机去劫石牢。不过要兵分2路，还要借用殿下的面具一用。到时候你们先带领一队人马，找一个人代替殿下戴上面具，假装偷袭，佯装败退，引开守卫。如此，殿下便可以带着另一队精锐，带着钥匙，趁石牢防守放松，趁虚而入，救出该救的人。声东击西，措手不及，倒是不错。可是放你回了大冢宰府，难道你不会把我等去劫石牢的事说出去？你是宇文邕的女人，说不准会出卖我的。你们的心情倒是可以理解，请大家仔细想想，你们千里迢迢就为了来营救被关在石牢里的兄弟，如此重情重义，卿所极是佩服。更何况，殿下救过我2次，此等救命之恩，我早就想报答。殿下，两军对垒，不可不防。其实我的要求对于各位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，待会儿只需殿下亲自把我送出去，我就会告诉他。青锁，我信你。我已经安排李将军埋伏在长安城外，只要拿到钥匙，就可以混进去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没想到，你还有几分领兵作战的天分。我也是一时情急，胡乱说的，殿下见笑了。不过也要感谢殿下肯相信我。我自然是相信你。不过，你怎么会有石牢的钥匙？既然殿下说过，只有宇文护那儿才有石牢的钥匙，那我自然是要帮殿下拿回来的。我？嗯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？啊，殿下昨夜在大冢宰府留下纸条，让我帮你拿钥匙啊。昨夜？
纸条。殿下不会不记得了吧？昨日去大冢宰府是为了去救阿才，之前我从没有去过大冢宰府。难道昨夜给我纸条的人不是殿下？难怪殿下救了我之后只字未提钥匙的事，我还以为殿下不好意思开口。哎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终归不是我的敌人。殿下，母亲来了。是。不过无论怎么说，昨夜让我拿钥匙那人，即便是假冒的，他也帮了殿下好大的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殿下在冢宰府里早就安插了人手。哈，倒是你，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，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。以后要仔细些，不要以为戴面具的就是孤。我也没办法嘛，我又没见过殿下真实的相貌，自然是见到一样的面具就是见到殿下了。不过，钥匙总算拿到了，元清所祝殿下马到成功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说过，我也是有条件的。说说看。3日后子时，在西大门等我好吗？我说过，我不想再回大冢宰府。如果我帮你完成救人的事情，你就带我走好吗？为什么这么想离开？因为我想要自由，我想要做我自己，我只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你怎么就能确定，跟我走了就会得到自由？前面有2条路，其中一条是通往桃花源的，路口处有2个仙女，其中一个说的话有7成是正确的，另外一个只有1成。你会选择问哪一个？如果是我会选择只有1成是正确的那个。因为只要我走与他的答案相反的那条路，我就有9成是正确的。跟你走，我有9成的几率会赌赢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无怨无悔。我2个都不会选。世上根本就没有桃花源，世事往往弄人，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，终究是不可靠的。你说的是我吗？他的眼里为什么有丝丝缕缕的悲伤？难道是因为阿才口中说的那个小莲姑娘吗？他透过我，究竟在看着谁？即便是他心里有别人，也不管他面具后面的脸是个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跟他离开这里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1000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说一下。只想跟你走，就算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的脸，面对这张面具，我也谁还会记得
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殿下，你竟然……怎么？我的样子吓到你了？没有，我……殿下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帮我保存。3日后子时西大门。你也一定要记得，叫他们戴上面具，引开地牢的守卫。我的命是命，兄弟的命也是命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戴上面具引开守卫。要去，就我自己去。殿下，放心，我最重要的东西在你那里，我会去拿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邕的。我该走了。我叫人送你回去吧。既然是逃回去的，我怎么会叫人送呢？3日后，西大门。对了，我要把脸弄脏点，这样才像逃回去的。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，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。母亲，您不该利用袁清所对我的信任，让人假扮我，骗他去取钥匙。只有拿到钥匙，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我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被俘的兄弟。营救被俘兄弟，是我高长恭当仁不让的责任。再说，清所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我一辈子都会寝食难安的。就因为她碰巧有几分长得像小莲。怎么会这么疼？肚子不要再疼了。我还要配合殿下救人呢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坏了大事。清所姑娘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小心啊！哎，姑娘请留步。我有要事要禀报大冢宰。大冢宰救急复发，不见任何人。那夫人呢？夫人在哪里？夫人病重，皇上已经派太医过来诊治了。那大司空呢？难道大司空也生病了吗？大司空也是身体不适，太医给配了药，正在房间休养呢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赶紧去看一下厨房，看是不是有人在食物里下了毒，就说是夫人让查的。这……哎呀，还不快去！是。这病情来得实在是太诡异了，殿下需要时间去行动。哎呀，我怎么疼得这么厉害？不行，我得找点药才行。他在干什么？看他面色红润，根本不像患病的样子，又偷偷地将药倒掉。莫非他装病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？别动！你放我下来！吃了。这是什么呀？
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当然是骑马回来的。难不成我还能走着回来啊？装糊涂！我是问你，高长恭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放你回来？你想好了再告诉我，要不然你会比死了更难受。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他？你又没看过他面具下面那张脸。啊！你干嘛呀？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治伤啊！用不着说好听的来讨好我。我看你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我是治不了你，只好把你交出去，看看大冢仔怎么处置你。恐怕大冢仔现在也没那个心思吧？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病倒了，可为何单单你没事？怎么？你怀疑我？是怀疑过，不过现在不了。哦？为什么？刚才我看见你把药倒掉，想来你是在装病，所以才会怀疑。不过我后来一想，你这个人这么狠毒，如果想要杀人的话，大概也不会用这么不爽快的方法。看来这高长恭还真是颇有魅力。怎么？人回来了，脸色红润不说，人也肆无忌惮起来了。你说这高长恭是给你吃了什么毒药，叫你胆敢如此趾高气昂？你瞎说！要是那个什么兰陵王给我吃了什么毒药，我哪里还能回得来啊？你快说！你可知道大冢仔的救急是什么？还有夫人，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大冢仔一直有心痛的毛病，平时靠吃药养着，很少发作。夫人有轻微的哮喘，今天早晨一下子加重了许多，好几次差点背过气去。这病倒是怪得很。总之，来者不善，你好自为之。现在宇文护闭门谢客，我该怎么把殿下要袭击大冢仔府的假情报报告给宇文护呢？还是先告诉宇文邕？不行，他这么狡猾，一定会看出破绽。反正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我还是找机会告诉宇文护吧。你有事瞒着我？啊？从昨夜到今日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你先告诉我，镇魂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然我就向大冢仔告发，是你下毒，所以这府里上上下下才会有那么多人旧疾复发。反咬一口，厉害呀！不过这毒可不是我下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中毒。如果你要是想诚心陷害我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找大冢仔告状。至于镇魂珠，你不就是因为镇魂珠才嫁给我的吗？什么？你难道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镇魂一出天下静，离殇基业百世恒。得到镇魂珠，就可以拥有一统天下的机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谁不想得到？几个月前，坊间突然传说镇魂珠重现人世，就在大司空府。嫁给我，进入大司空府，不正是拿到镇魂珠最好的方法吗？天下，这天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为何会为了那不着边的天下，嫁给你这种人？说的跟真的一样。那你还记得你从前是怎么想的吗？我宇文邕从来没听说过嫂夫人还有个侄女，你出现的太突然了，我怀疑你八成是齐国派来的细作。我随你怎么想。我好困。
毒性发作了。难道真是因为这杯茶？袁清锁也回来了。现在大冢宰府又是这般景象，这一切究竟有什么联系？这接下来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来吧，一个一个来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检查。长安城每天这么多人，不是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下一个。大冢宰叫你查你就查吧。过来。啊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将军，我们是给大冢宰府送柴的。你说送柴就送柴啊？过去吧。哎，将军，你过来，行个方便吧。检查。闪开。快走快走。这是什么？这边。你过去吧。过来。去吧。行了，走吧。谢谢。走吧。你过来。你们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是外地来的工匠，来给大冢宰府修别宅的。大冢宰修别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是大冢宰府的腰牌，请您过目。没带工具？啊，大冢宰府的大人们说了，他们有更好的工具，所以就不用小人们带工具了。走吧。还好阿才没有蠢到家，知道先偷了几个腰牌。情况有点不对。殿下，是说守城的人太多？是太少。要想到我们救人和救人之后，城门都是一道关卡，不应该就这么草草处置。难道是那个女人果然骗住了宇文护？现在说这话还为时尚早。其他的人呢？回殿下，他们从不同的城门进城，大多数的人会跟我们在石牢附近会合，一部分会守在距离石牢最近的南门，等候接应我等。殿下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那个女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，万一那个女人出卖了我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走吧。主上，都到齐了。解药呢？法师，开始吧。诸位将这些解药喝进去，待到明日，身体自会康复。请。啊。父。有劳无尘道长，这次多亏道长及时赶来，救我府中上下110口人的性命。一切都是缘分，大冢宰不必太记挂于心。道长，寡人为道长准备了饭菜，请道长到大厅一叙。姑父，卿所有事禀报。说。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什么？齐国贼要攻打大冢宰府？是，我被他们掳到野外的一处荒草地，看到有不少齐国的人。我假装昏厥，听到了他们的计策。他们觉得石牢防守太过严密，所以要晚上偷袭大冢宰府，好掳了姑父去交换他们的俘虏。简直是贼胆包天！是，所以青锁才趁机偷跑回来，为的就是给姑父通风报信，还请姑父早做准备。截胡！主上，立刻调集人马，布置人手，包围大冢宰府。是。
殿下，人都到齐了。殿下，面具我带来了。大冢宰有令，撤掉1半人手，火速回大冢宰府。是。看来那女人啊，不，袁姑娘没有骗我们，云护上当了。阿才，城门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回禀殿下，赵将军那边已经埋伏，只要殿下这边一行动，那边马上行动，配合我们。那好，到时候我把他们往北城门那边引，准备行动。殿下，我来。不，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假扮我去引开敌兵。殿下，这事很危险，还是我来吧。何谓身先士卒？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去身陷险境，而我却逍遥自在？你们的任务是去救石牢里的弟兄们。你们几个跟我来，快！高长恭，还想逃吗？我倒要看看你面具后面是怎样一张脸。听说你长得像个女人，见不了人才戴的面具。阿才，怕吗？只要有殿下在，阿才什么都不怕。带他们走，殿下，快走！枉费了殿下的一番苦心。走，快走！高长恭，今天本将军就要看看你长得有多嘴高。殿下，这个是营地，这个下周兵会冲过来。禀告主上，发现高长恭的踪迹。鸣笛的声音是北大街方向。主上英明，高长恭企图救走石牢的俘虏，被我等人发现，追至北大街。小人怀疑他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所以请主上速速派兵救援石牢。区区几个俘虏算什么？寡人要的是高长恭。姑父，是我亲耳听见他们要袭击大冢宰府，恐怕是声东击西之计，还望姑父多留人手，保护大冢宰府。怎么，还怕寡人保不住你？兄长久经沙场，怎么会看不出贼人的诡计呢？青松，不要无知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主上，卑职怀疑高长恭真像青锁姑娘所说那样，是声东击西。不过，不是袭击大冢宰府，而是让别人戴着他的面具迷惑我们，然后趁机救走俘虏，悄悄离开长安城。高长恭爱民如子，视将士如手足，他绝对不会让其他的手下替他去冒这个险。马上派人抓住这个戴面具的，不管是真是假。是。姑父，青锁，兄长自有分寸。我是怕姑父上了兰陵王的当。难道那兰陵王，他跟你说过他有什么打算吗？兄长莫怪，青锁也是为了兄长担心。寡人早知他会来救人，所以已经安排好了，
他今天绝对逃不了。金湖，你过来。是。主上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要多加派人手。是，绝不能让高长恭溜走。糟了，这个云护果然算准了殿下不可让别人带他冒险。不行，我得去救殿下。主上，在这里和这里，我都已经加派了人手。很好。青锁姑娘，青锁姑娘，大司空，青锁姑娘把金侍卫的马给骑走了。备马。是。他们都去北大街了，南门守卫薄弱，万一有人来攻击城门怎么办？别乌鸦嘴。军队来了，快关城门！上！殿下了，先走，想办法再救殿下。走，兄弟们，跟我走！快！说得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尽力就好。殿下，你要活着出去，会活着出去。阿才。 果然是高长恭不虚，没有白费我们主上心思。哼，来吧，把城门关上，别让那小美人逃了。
这叫关门打狗，狗肉迟早是我们的。别让他们放弃高上弓，以免鱼目混珠。上！觉得此事重要，还是京城的百姓重要？想想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啊！殿下，不要轻举妄动！放开！我看清楚，不是兰陵王。 你们怎么会来接应我？我得到消息，宇文护已经发现你的行踪，要全力缉拿你，我才赶到长安城，幸亏来得及时。被俘的兄弟们呢？早已从另外一条路安全撤离。那就好。长公，事不宜迟，敌人马上就会发现你的行踪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还有事没有办完。战事频发，大齐处于危险当中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论。殿下不稳，军心不稳。我要带青锁走。 我答应过他，明月兄，你即刻赶回金庸城，调集兵马，我会快马加鞭赶回金庸城与你会合。长公，你为了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室，拿着性命去冒险，值得吗？我答应过要带他走，就会带他走。长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带走的是袁青锁，还是小莲的影子？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，竟然为了我。 去宇文护那里偷钥匙，他对我付出的不只是情，而是性命。袁青锁是大司空府的侧室，大冢宰夫人的亲侄女，宇文邕怎么舍得让她死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现在长安城危机四伏，你回去无疑是送死。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8名戴着面具冲击去救你的死士也有妻子儿女？ 你知不知道，敌国大军一到，齐国的百姓要死多少人？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我护吕光生死与共、拼死相护的兰陵郡王，难道就是这样子吗？为了一个女子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？只要你调集好军马，进军阵前，我会在开战之前赶回军营。殿下，你是一定要去找袁青锁了。嗯，圣旨到。 你，兰陵郡王接旨。长公接旨。皇上圣谕，国事危急，特令兰陵郡王高长恭统帅3军，即刻上阵迎敌。若有延迟，军法处置。钦此。
殿下，延迟入营是违反军法的事，更何况有皇上的圣旨。就算殿下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夫人想想。战事紧迫，请殿下为大齐的百姓想想。我知道殿下担心的是元清所的安危，夫人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把殿下带回军中，夫人一定会保全清所姑娘的性命。殿下，夫人说过，她保住清所姑娘，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对敌。请殿下以国家安危为重。明月兄，请起。上马。撤！什么？千军万马，居然让一个高长恭给跑了！主上息怒，是属下指挥不力，请主上责罚。那些戴面具的人怎么样了？回禀主上，戴面具的一共8人，有7个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，回主上，这些人忠心的很，怕是来的时候已经抱着必死之心。少数手下误杀，多数是受伤过重，或即将被捉时自刎而死。剩下的那个呢？押在府门外，听主上发落。主上，青锁，我看你脸色不大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带你先回房休息吧。走。慢着，不准走。兄长，我还撑得住。快说，高长恭在哪里？周国的大冢宰，何必来问我？你用千军万马守住了都城，你不知道我们兰陵王在哪儿？你想找咱们兰陵王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兰陵王马上会带领兵马攻打你们周国，占领你们都城，杀了宇文护你这个奸贼！放肆！砍他手指！我一字不说，砍一只。说，高长恭在哪儿？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呸！走狗！继续说，高长恭到底在哪儿？你说不说？来吧，孙子！我要是皱一下眉头，我就不是你爷爷。好，告诉寡人，你们是怎么拿到地牢钥匙的？是不是大冢在府里有你们的细作？啊，姑父，如此酷刑是否太过残忍？不如先将他押至大牢，再做详细审问。你跟我说，我会饶了你，送你回齐国。能拿到钥匙，是兰陵王的本事。想跟咱们兰陵王斗，你省什么？看了你的手指是便宜，要是再不说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睛，割了你的耳朵！哼！啊，不要割了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，但是你这个走狗，没资格听。大冢宰，我若说了，是否放我一条生路？我若说了，便不能再回齐国。放心，我准你在大周做官，官职任你挑选。我说，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主上，地方有诈。兰陵王
会替我报仇的。拉下去。可惜死了，高长恭狡猾，这下要想追查高长恭的下落，恐怕就更难了。高长恭之所以能够逃脱，是因为在大冢宰府里有内奸。兄长，可知内奸是谁？把内奸给我抓起来！青锁，且慢，夫君，兄长，可有确凿证据？寡人早就怀疑，昨晚的刺客根本没有得手。为什么高长恭还会有钥匙能够打开大门？所以寡人就派人查询，在我卧室窗外的草地上，发现了这个。哟，这不是青锁妹妹衣服上的丝线吗？姑父，青锁冤枉。寡人猜想，是不是在那刺客来之前，已经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？果然不错。夫君，是我请青锁到房间里聊天的。你们是从窗户进去的吗？大冢宰，请不要责怪姑母，我……青锁昨夜一直和小弟在一起，我想是有凑巧。也许是青锁在跟嫂夫人进入房间话家常的时候，有丝线掉落，被风吹到草丛，也无不可。大司空，我知道你对青锁妹妹很好，可这事关军国大事，你可不能……请兄长明察。昨日深夜，小弟还与青锁在园子里看星星。哦，当时巡逻的侍卫也看见了。小弟微醉，是青锁将小弟送回了客房。后来听到有响声。青锁担心兄长和嫂夫人的安全，才冲了出去，被刺客挟持。青锁，你要跟兄长说清楚，这叛国之罪，你可是担不起的。姑父，青锁冤枉，大司空可以为我作证，还请姑父明察。那你今日骑马出府？去了哪里？我只是听说，兰陵郡王乃齐国第一美男子，想一睹风姿。青锁，都已经嫁人了，怎么还如此放肆？不知道收敛点。好，就算这2件事四弟替你解围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给我解释清楚。姑父尽管问，青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回府禀报，高长恭要袭击大冢宰府，找我派人保护大冢宰府。这调虎离山之计，好让高长恭趁机袭击石牢。青锁冤枉，青锁从没想过要背叛大冢宰府。我只是听到他们这么计划，我拼了性命磨开绳索，偷了一匹马逃出来，好给府里报信。或许是那齐国人故意说给我听，他们知道我听了以后一定会赶来报信。啊，我说为什么我逃跑的时候齐国人都没有来追我呢？原来是这样。你可知道撒谎的下场？我知道。兄长，青锁一介女流，是非不辨，中了敌人的圈套，也未必可知。小弟想，以青锁女流之辈，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就从狼窝里逃出来？分明是高长恭想借青锁的口，将假消息传递给兄长。青锁不明所以，才中了计策，还以为是在替兄长出力。看来青锁的退路，四弟已经安排好了。小弟不敢，只是就事论事。如果兄长还有疑虑，
尽可把青所关押审问，小弟毫无怨言。是啊，大冢仔，这里面疑点重重，是该向青所妹妹问个清楚。我冤枉，还请姑父明察。来人，夫君，不要押下去。姑母，夫人，姑母，潘家大夫，姑母，是嫂夫人。醒醒啊，夫人，夫人，嫂夫人。回禀大冢宰，夫人脉象环耳实指，只有定数，是为惊吓所致。惊吓？对，夫人平日体质变虚弱，一时惊吓难免昏厥。小人开个方子，多吃几副药吧。小人告退。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嫂夫人她……难道你还不明白，夫人是在护着这丫头？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管教这丫头，再出什么差错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小弟明白。姑父，我想留下来照顾姑母。去吧，小弟告辞。今天可真是心惊肉跳，再多等一会儿，只怕我也会像嫂夫人一样晕倒了。阿庸，喝茶。这个青锁妹妹到底是怎么了？她跟齐国真的没有关系吗？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啊？谁知道，整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。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刚才在大厅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维护青锁妹妹呢，这会儿又冷言冷语的，这叫婉儿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婉儿，你这话听上去有点泛酸。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我要是不出来打个圆场，兄长他可怎么下台呀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还是为了大冢宰着想。要不是大冢宰把这个元清所许配给我，我哪来那么多麻烦事儿啊？以后就要靠你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乖巧伶俐，心思通透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我现在是骑虎难下，这个元清所就是个烫手的山芋，拿也不是，丢也不是，还望妹妹以后在大冢宰面前多多照应。自古伴君如伴虎，大冢宰的脾气秉性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婉儿冒着这么大的危险，阿庸何以为报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难道我还不明白吗？你知道就好。可惜我竟不能救你，你宁死也不肯说出我的名字，我却无能为力。夫君，夫君，求你放过青锁，放过青锁，放过青锁，青锁，青锁！姑母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青锁，姑母，姑母你放心，姑父没把我怎么样，请姑母放心。孩子，你没事就好。姑母不相信你会帮助大周朝的敌人。都是我不好。青锁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不能再出事了。你要好好陪在姑母身边。姑母，姑母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，没事了。姑母，好了，孩子。
嫂夫人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，都怪我连累了她。啊，刚才谢谢你出面替我解围。你只是连累了她，你连累了所有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没想过要你帮我，要是你不情愿，那你完全可以不用帮我。我不帮你，我不帮你，现在你只怕已经被关在了牢房里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就算被关进牢房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。自己的事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可是我大司空府的侧室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；一人服罪，株连九族。倘若你牵连了大司空府的其他人，你让我怎么向他们交代？你可以休了我，那样我就跟你毫无瓜葛，不会再连累你了。休了你？当初可是你赖着要嫁进大司空府的，你以为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你能不能少拿我的过去说事？再说了，我根本就不记得我自愿做你的什么鬼侧室。谁能想到，这么柔弱的一个人，拥有一张这么让人心生怜意的脸，却能做出这么无法无天的事？你可知道通敌叛国是个什么罪名？我累了，没有心思与你争论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种错误只能犯一次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别说是大冢仔了，就是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齐国是我们的敌人，你做了什么？原来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句句确凿，替我隐瞒。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，没有必要告诉你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如果再敢帮助齐国人，我会毫不留情把你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。到时候，就算是皇上也保不住你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不如你现在就去告诉大冢仔呀！好你个袁清锁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的。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你，为了你，我连权倾朝野的大冢仔都得罪了，换来的却只有你这么一句话。你做什么？这是谁给你的？看来你还真是不死心呢。你放开！你不许碰他！袁清锁，看来这首饰来历非浅，难不成是情郎送的？别忘了，在我没休你之前，你还是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室。你给我记住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记好了，乖乖听话，乖乖做你的大司空府的侧室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你离开大冢仔府。以后再也不可行差踏错，惹是生非。你们不都说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情深似海吗？那别的男人送我的东西，又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眼呢？也是。那既然不是情郎送的，留在身上也没有意义，便交给本司空。来，你放开！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人都是我的，何况区区首饰？你堂堂的一个大司空，难道缺少宝贝吗？你凭什么跟我抢？你的东西数都数不清的，你何苦跟我抢呢？好吧，就算我把这首饰赏你了。袁清锁啊，袁清锁，你可不知道，
这件事给了宇文护多大打击？不过，你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。金虎，你觉得夫人是去做什么？这个，卑职不敢妄加揣测。她真是越来越奇怪了。主上的意思是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青锁来到府里以后，夫人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？卑职只是觉得夫人比以前更谦和了。哦，还有好像就是话少了，也许是为青锁姑娘担心，所以才……但愿如此吧。这府里上下，你都给我好好的盯住了，有什么动静，马上来报。是。我只想离开这里，离开阴谋，离开血腥。就算拿不到手帕，找不到镇魂珠也无所谓，有殿下就够了。殿下呀，殿下，幸亏苍天保佑你安全的离开。明日就是你我约好的日子了，我现在只想快快的离开这里。哎，真是，快点！就这几天的时间，就算日夜赶工，也来不及把东阁完全改成玉虚观呢。你就尽力吧。道长对咱们大冢宰府有恩，大冢宰只是叫咱们把东阁按照玉虚观的样子改成无尘阁，没叫咱们2天修建一座无尘观给道长，就知足了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这道长真要留在咱们大冢宰府了？哎，关门。无尘阁都修好了，你说呢？当然是留下了。啊。这么晚了，姑母身体又不好，这个时候去做什么？小雕啊，小雕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吗？走，咱们回家了。我们回家喽。飞丢的鹦鹉，怎么看上去好像不像？管他的呢，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。不行啊，杨婉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有事情想要跟你问清楚。我可不是大冢宰，到头来还是放你一马。只要你敢出声，我就匕首一送。好，我不喊。你有什么话说？大家都是姐妹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姐妹？你不当我是姐妹正好，我的话也就更好说出口。我要你选，你要么交出镇魂珠，要么离开大司空。你说，你选哪样？哼，你口口声声的姐妹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可见你为了跟我成为姐妹，费了不少心思吧？废话少说，你是要镇魂珠还是要宇文邕？我想你是忘了，我是患了失忆症的人。过去我或许真的见过镇魂珠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追杀我。不过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这镇魂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得到它。至于宇文邕，想要就拿走。你怎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跟宇文邕在一起吗？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陷害我，要除掉我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
我还没有伤到你呢，你就做出这副样子，难不成是想恶人先告状？我的头好痛！你不要吓我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？你醒醒啊！喂，袁清锁，你给我醒醒！你别装了，醒醒啊！醒醒！夫君，都这么晚了，还出去？啊，我刚听到鹦鹉叫，以为是小雕回来了，就出去找。结果还真是小雕呢。哎，夫君，你看，女人就是女人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心思还花在这些东西上？夫君说的极是，妾身无能，不能为夫君分忧解劳。夫君还在为高长恭的事烦心。岂止是烦心，这次高长恭可让寡人丢尽了颜面。夫君威震朝纲，一次小小的失意，那些大臣们不敢说东道西的。倒是皇上就跟先帝一样，忘记了是谁把他们捧上去的。想要肆意妄为，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。我倒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大冢宰府里一定有细作。那夫君打算怎么处置青锁？不会杀了他吧？妇人之见，你忘了当初送他进大司空府的目的了吗？那夫君的意思是？现在有个人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夫君是指四弟？他放着当今的皇上不去讨好，反而整天窝在我的大冢宰府。尤其是今天，你看他情真意切为青锁求情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跟青锁情深意长呢。可是青锁和四弟感情不是很好吗？他们只是在人前做做样子。四弟今日看似为青锁求情，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。我本来还想让你看紧青锁，现在看来，四弟一个人就够了。夫君就这么相信四弟？信不信，就看你怎么做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青锁姑娘，你可醒了？夫人很担心你，特地派奴婢过来照顾姑娘。宇文邕呢？无尘阁已经修缮完毕了。大冢宰让大司空和严姑娘前去观看，这会儿恐怕在无尘阁呢。那无尘道长真的要留在大冢宰府？是啊，无尘道长是咱们大冢宰府的大恩人，留下来府里有个照应。姑娘，你等一下。那个严婉为什么要杀我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哎呀，头好痛啊！青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诊治一下？我没事没事。对了，姑母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夫人已经好多了。鸳鸯一早就熬了粥，特地给青锁姑娘也端了一份。谢谢。对了，鸳鸯，在我嫁去大司空府之前，你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吗？是，一直都是鸳鸯在伺候姑娘。那从前的我是什么样的？我是2个月前才见到姑娘的，那时候姑娘比现在稍显瘦弱，心情也不那么好。心情？哼，那有现在糟吗？以奴婢看，现在姑娘心情好得很，一点都不像晕倒的病人。我要早知道晕倒之后只能吃粥，我就不晕倒了。鸳鸯，你也知道我患了失忆症，那你可否给我讲讲以前的事情，我的事情？您是夫人的亲侄女，一直由夫人故人在乡下抚养着，
后来乡下水灾，夫人才把姑娘接到府上来。再后来，姑娘与大司空一见钟情，便由皇上指婚，嫁入了大司空府。那然后呢？姑娘平时不喜欢跟奴婢这些下人们讲话，却喜欢待在马厩里。马厩？是啊，夫人责备过姑娘好几次呢，可姑娘还是悄悄去马厩，把自己的点心也带过去给马儿吃。哦，还有，姑娘有张帕子，上面绣着2只萤火虫的，天天不离手，一直戴在身上。那，你可知道我告诉你那块帕子的来历了吗？哎，还有那上面除了萤火虫还绣什么了吗？好像还绣着一朵花吧，鸳鸯也记不太清楚了。那帕子姑娘珍贵得很，从来没让奴婢们碰。那花长什么样子？奴婢只记得那花的样子有些特别，其他的就记不清楚了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回姑娘，现在是未时。未时，给。那你就先出去吧。啊？我一个人能行。是。可恨的宇文邕竟然将帕子藏起来了。罢了，帕子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，然后再去与殿下会合。姑娘请回。我不过是闷得慌，出来透透气。出不去怎么办呢？角门，对，这附近一定有角门。哎，原来香雾城那老道士是假扮的。师傅，大师姐求见。呆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这儿不准叫她大师姐。是。严婉拜见师傅。啊，原来他是香雾城的徒弟。起来吧。谢师傅。这大冢宰府里人多嘴杂，为师不是跟你说过，没事儿别往我这儿跑吗？婉儿谨遵师傅教诲，只是刚得了几件珍品，急于献给师傅呢。这是南海珍珠、西域熊胆和雪山人参，把这珍珠磨成粉涂在脸上，可令肌肤富有光泽。熊胆和人参一起熬汤，滋养凝神，具有由内而外的养颜功效。难为徒儿给为师带来了这么多宝贝。能为师傅做事是徒儿的福分，徒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其实这些都是我在自家山庄搜罗来的，我爹让我传话给你，想问问镇魂珠的进展。把手伸出来。这珍珠粉你拿去外服内用，滋养容颜是最好不过。是师傅。这个严婉也有被整到的时候，看他怎么办。怎么了，婉儿？突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
难不成是责怪为师糟蹋了你的宝贝？师父恕罪，婉儿不敢。哼。这镇魂珠的事情，为师自有分寸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倒是你从你父亲那儿给我拿来这么多宝贝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徒儿的心思还能瞒得住师父？上次师父施往生咒之前，都肯给我一副解药。现在师父在大冢宰府已是位高权重，还请师父给徒儿做主。前段时间大冢宰府上下得了大病，原来是他们惹了事。哼，婉儿，跟为师讲话还绕弯子，直说不就得了？要不是你在大冢宰府两进两出，跟在袁清所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你都没有找出镇魂珠的消息，这不还得为师出山吗？师父恕罪，是袁清所2次误打误撞，坏了我的大计，婉儿没能力挽狂澜，是弟子的错。又是这个镇魂珠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推的倒是干净，到底是袁清所误打误撞，还是你想借刀杀人？婉儿，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弟子知错。起来吧。谢师父。找机会，我跟宇文护说，让他把你指给宇文用。多谢师父。只是婉儿还有一事相求。哼，莫不是叫为师帮你除了袁清所那个丫头？师父料事如神，徒儿佩服。你呀，怎么就被一个情字迷住了眼睛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袁清所到底是真失忆，还是假失忆呢？弟子曾几度跟袁清所交锋，如果他的失忆是假的，以弟子的天分，绝对可以看出来。所以，弟子认为他的失忆恐怕是真的。人可以失忆，也可以找回记忆。师父有了好办法。过2天，我便陪着宇文护给袁清所下一副猛药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，搞不好他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多谢师父。你陪我去皇宫看看吧。是。这个严婉品味真差，怎么就看上了宇文邕？不过这道人说的，他跟宇文护要给我下的那副猛药是什么？总之不是什么好事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死宇文邕，要想起来追我，管保你摔个精光灿烂。
谁叫你不把帕子还我？哼！你不告诉我，现在也无所谓啦。兰陵王马上就带着本姑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是我来早了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快点来吧，带我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？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你说，为什么私自出府？为什么穿得花枝招展的苦守一夜？为什么看见我就露出这副表情？大司空，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行踪了？我在你眼里不是可有可无，让你避之不及的吗？我和你的关系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好，你倒说说看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宇文护送给你的女人，你怎么可能会真心接受？你怕我监视你，怕我有阴谋，怕我看穿你的野心。你表面上对我不错，可暗地里却放任严满欺负我、伤害我。我根本就不是你大司空府的侧室，我只是你的诱饵，是你的敌人。宇文邕，你要是不喜欢就别要，何必平白浪费人家一生？那你说说看，我有什么野心？是怕被你看穿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，现在反倒来问我。我累了，我不想跟你纠缠。等了一个晚上，怎么会不累？你不想跟我纠缠，我倒想跟你纠缠。我什么也没等，我等什么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说我想怎么样？你不是自以为很了解我吗？你走开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又为什么不去告诉你姑父？袁清锁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果然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竟懂得用这招欲擒故纵来吸引我。好吧，我就配合你一下。
欲擒故纵，贵在恰到好处，纵的多了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说什么欲擒故纵？我根本就没那心思想着怎么对付你。你以为你是大司空，所有人就得为你花心思讨好你吗？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！你既然不喜欢我，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留我在身边？放我走吧，我答应你，我走了之后，绝对不会再回来。让你消失有很多种办法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。你当我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宇文邕，你别逼我！袁清所，是你在逼我。如果你刚才不说那些激怒我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你走。可是现在，除非我点头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大司空府。你放手！放手！我放了手，你等原本我还以为殿下会来带我走，哪知一夜之间得到的全是相反的答案，一切都成了噩梦。殿下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敌人大军已经到了边境50里范围内，李将军按照吩咐已经调兵遣将，正在教场等候。长公，事不宜迟，需马上发兵。换马，备甲。是。长公，洛云，来不及多说，我想让你派人帮我跑一趟长安城。长安城？对。我本来答应青锁，昨夜子时在长安城西大门等他，可我生命难违，所以我来不及告诉他，就返回了大齐。我在返回的路上，为了躲避关卡和宇文护的追杀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洛云，我必须上阵杀敌，所以青锁姑娘，对，这次把兄弟们救出来，多亏了青锁姑娘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知青锁姑娘。可是你已经耽误了和青锁姑娘相见的时间啊。青锁不在大冢宰府，就在大司空府，只求能找人见到青锁，替我告诉他，我并非不守承诺，实在是情势所迫。等我处理完战事，我立刻回去接他。洛云，你要还当我是你表兄的话，就不要去。明月兄，表兄，长公，长安城可是敌国的都城，洛云一介弱智女儿，怎么能应付千军万马？你为了袁清所可以付出一切，可是洛云不行。表兄，就因为是一介女流，才不起眼。我乔装打扮，混进长安城应该不难。我不准，夫人也不准。夫人让我给你带话，情况紧急，长公势必会让你去通知袁清所。他若你帮这个忙，夫人从此不再认你这个媳妇儿。洛云，不是你去，你派名亲信前去即可。你去太危险，千万不要。殿下，马备好了。云姑娘，凤儿，快帮我准备一匹快马。云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长安城。长安城？大将军不是说不让您去吗？殿下也只是说请您派人去，您自己去太危险了。凤儿，没有多少人认识青锁姑娘，为了长公，再危险我也要去。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青锁姑娘，我不能让长公分心。青锁姑娘，大司空让奴婢过来传话，说马上就要开宴了，请姑娘过去呢。
袁清所呀，袁清所，你怎么竟然憔悴成这样？宇文邕看到我这样，一定很得意。我不能再任人宰割下去了。宇文邕，等着瞧。寡人已经上报皇上，封道长为护国法师，圣旨不日可到。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青所参见姑父姑母。青所来迟了，虽然这事出有因，还望道长见谅。为贺道长无尘阁竣工，青所特意备了一份薄礼，不知合不合道长心意？哦，其万物兮超自得，唯性命兮任去留。好字，确实是好字啊！道长云游四海，视野和心胸，自然是旁人所比不得的。只有嵇康这类风流人物，道家真言才称得上。青所着作，还望道长笑纳。姑娘的一番心意，贫道心领了。只是贫道老迈，哪及得上嵇康鹤立鸡群呢？啊！这俗话说，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依青所看来，道长你还年轻得很呢。青所姑娘果然是会说话呀。道长不嫌弃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坐下来。是。看你气色不错，病全好了吗？多亏夫君悉心照顾。啊，对了，道长，我常听人说起，大司空面相不凡，必定不是凡夫俗子。确有此事。那么敢问，这是怎么个不凡法？这大司空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其实小女子也懂一点点面相，这面相看起来好像是帝王之相，至贵之容。哈，怎么会呢？这帝王之相可不是凡人能有的。青所妹妹，这话可是大不敬啊！要照婉儿看，大司空虽然风流倜傥，可要说帝王之相，帝王之相，我可没说。夫君只是相貌端正，想来只是福泽深厚罢了。你这侄女可越发厉害了，让我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倒让道长看笑话了。贫道也不是外人，只是青所姑娘，你双目含情，长了一双桃花眼。虽然青所姑娘不是那倾国倾城，却也注定会碰到多情的至贵之人。这次府中生了怪病，还要多谢道长施以援手，鼎力相助。来，这杯是寡人敬你的，请，请。大司空姑娘，怎么，刚才伶牙俐齿的，现在没话了？还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
好一句帝王之相，至尊至贵！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影响我南威吗？有没有人说过，你确实长了一张俊美非常的脸？不过，这么一张俊俏的脸背后，却藏着一颗肮脏的心。把话说清楚，我的心怎么就脏了？你的眼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就因为你等人没来？于文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耍我。那天晚上，我悄悄离开大冢宰府，你明明就已经察觉到了，你还假装睡觉，好跟上前来看我做了什么，想找机会来嘲笑我是吗？被你发现了，还是说你变聪明了？快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到底去等谁了？我谁也没等。你把帕子还我，你得说话算话。想岔开话题啊？少给我装怂！你等的人没来，才又想起跟我要帕子，薄情寡义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那要看你的表现。你也答应过我，要乖乖听话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会那么好心吗？快点把我的帕子还给我。那可能对我想起过去很重要。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活着，更不想参与你们的勾心斗角。既然你认定本司空没那么好心，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帕子去哪儿了。你拖住我，无非就是为了镇魂珠，但它根本就不在我身上，所有人都在冤枉我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在陷害我，我讨厌你。我怎么会陷害你？我怎么舍得陷害你？刚刚那老道说你这是桃花眼，还真是恰当。终究我也是个男人，面对着这样一双桃花眼，又能把持到几时呢？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于文佑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半分情，从前也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有。你明知道我的一切行动，可你并没有告诉宇文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表面上虚与委蛇，实际上你跟宇文护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想告诉你，我知道宇文护一直在提防什么，也知道你在掩饰什么。他随时可能会对你起疑心，就像你随时可能下手把他除掉一样。你在威胁我？真是笑话！别瞎想了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只是诱饵。诱饵的使命就是哪怕牺牲自己，也要完成主人的任务。诱饵永远威胁不到主人。松口！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只是在大冢宰府里到处走走。对不住，打扰二位雅兴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你这里没事吧？我不知道我哪来的那么大的恨意，也许是身世未明，身陷危难的孤妻无助，也许是因为兰陵王的失约。总之，我将这股仇恨全部宣泄在了宇文邕的身上。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至少已经警告了宇文邕，搅动了这潭水。接下来，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我的身世呢？
青锁姑娘刚才和大司空演的那出戏，真是不错呀。道长，都看到了。哼，不但看到了，还找到了这个。我明明放在房间枕头下，你怎么搜我的房间呀？大冢仔命令贫道彻查府中怪病的原因，贫道不得已而为之。看来这枚戒指是青锁姑娘的心爱之物啊！你还我！嘿，姑娘，我还你可以，但是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镇魂珠在哪里？镇魂珠？大家都知道，在新婚之夜，青锁姑娘出了点意外，失去了记忆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还想请青锁姑娘好好想一想，镇魂珠到底在哪里？你认为我的失忆是假装的？哼，假装不假装，贫道不知道。不过贫道知道，即便是失忆之人，在万分危急的时刻，也总会想起过去的事情。你想干什么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贫道只想要镇魂珠。如果青锁姑娘执意不肯，那么可能会大祸临头。到时候你失去的不仅仅是这枚戒指。我确实不知道镇魂珠在哪里，不过道长来到大冢宰府的方法和目的，青锁倒是一清二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之前府里的人生病，就是你那乖徒儿严婉下的毒。之后道长就来到府里，假借一碗符水治好了大家的怪病。其实这碗符水里头已经下了解药，凭此道长便可以在大冢宰府里呼风唤雨。我倒是一直不明白，像道长这样面相不凡、气质脱俗，本是不该贪恋这些富贵浮云之事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道长要的是镇魂珠。青锁姑娘真是冰雪聪明、玲珑剔透啊！可是青锁姑娘，你知道此事似乎也晚了一点，因为我已经和宇文护达成共识。恐怕你再把这些话跟大冢仔说，大冢仔也不会相信你。贫道奉劝姑娘，还是乖乖说出镇魂珠的下落，否则姑娘会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现在过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日子啊！青锁姑娘，你就那么不顾及自己的性命吗？原来我这条命这么重要啊！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我的命呢？不过我袁青锁只有这一条命，你想要的话就拿去。怎么，舍不得杀我？是怕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镇魂珠了吧？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道长已经是护国法师，可为什么还要找着镇魂珠呢？贫道得到镇魂珠，当然贫道也有自己的用处。只是姑娘与其把镇魂珠交给别人，不如把镇魂珠交给贫道，也许这样会免去很多无谓的牺牲。那既然这样，青锁就把镇魂珠交给道长。这镇魂珠确实在大冢宰府，我已经把它放在了那里。你，来人！道长，吩咐下去，袁青锁就是下毒的人。我放开我！走！放开！干什么呀？你，大冢仔，你看看这枚戒指。无实，不过是一枚普通戒指。这确实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只不过贫道
在这戒指上发现了毒药粉的残渣。戒指很适合藏毒，只要将戒面打开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毒药放在水里、饭里，甚至空气里。而这枚戒指是贫道在青锁姑娘的房间里找到的，这应该是青锁姑娘的随身之物。青锁，你的戒指上怎么会有毒粉？现在我就算说，这毒不是我下的，大冢宰府生病的事与我无关，还有用吗？袁青锁，你就不怕你姑母伤心吗？大冢宰息怒，青锁姑娘可能年少无知，被人唆使也未尝可知。无尘道长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您来得太晚了，要不然我也会请你尝尝这可以发了怪病的毒药。袁青锁，你这样做是故意跟寡人作对。青锁不敢，青锁忘记了过去，成为了别人的棋子，别人的诱饵，被摆布，被抛弃，我却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与其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成全了道长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给我押下去。姑父，谢谢你。走，走。进去。住上。是。寡人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只是寡人的棋子，如果你完不成任务，你就是弃子。大冢宰，既然已经知道无尘道长在撒谎，却依然要把我关起来，看来大冢宰是真的要把我当成弃子了。你这么聪明，那你就猜猜看，寡人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。青锁不知道大冢宰如何想，我只想要回自己的戒指。哦，你身陷囹圄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却想着那枚戒指，可见那枚戒指对你有多么的重要。只可惜，那是你下毒的证物，没有那么容易回到你手中。青锁斗胆，青锁想与姑父做个交易。哼，果然斗胆。不过寡人喜欢快言快语的人。说。我负责找回镇魂珠，姑父负责找回我真正的身世。你的身世？对，只要姑父将我的真实身份据实以告，我必定找回镇魂珠，双手奉上。你根本不分辨毒不是你下的，故意让我把你抓进牢房，就是想置于死地而后生，还是你投靠了宇文邕，再跟他一块儿演一场好戏？我的命都已经是你的了，难道你还怕我逃跑了不成？好，寡人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，看你有什么本事找出镇魂珠。你是2个月前来到大冢宰府的。2个月前？对。夫人说，你是她寄养在乡下的侄女。那如果这么说，姑父对姑母说的话也并不十分相信了。相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的棋子，跟其他的人一样，没有区别。果然是大名鼎鼎的大冢宰，心机深厚。我看你为人乖巧，舞姿也出众，不仅令皇上惊艳，也让四弟一见倾心。于是我就安排皇上为你和四弟赐婚，你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大司空府，随时准备待命替我找到镇魂珠。看来镇魂珠真在大司空府。巧得很，在你出现之前曾有江湖传言，
消失了700多年的镇魂珠显示了，而其隐藏的地点就在大司空府。所以说，姑父与姑母交给我的任务，并非监视宇文邕那么简单，真正的目的是进入大司空府拿到镇魂珠。本来你是一枚好棋子，却不太听话。新婚之夜，大司空府怪事频发，先是黑衣刺客出现，接着你迷失了本性，逃出大司空府，而江湖上更是消息迭出，镇魂珠消失了踪迹。大家认为是你找到了镇魂珠，并带出了大司空府。姑父也以为是我把镇魂珠藏起来的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大家都这么认为。所以姑父觉得我是另有其主，才将镇魂珠藏了起来，不交给你。有没有藏匿镇魂珠，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吧。我对镇魂珠毫无兴趣，更何况自我失忆以后，也只有你对我说过，当我是棋子，你要利用我拿到镇魂珠，在之后无人来找过我。寡人已将你的身世全盘告知，至于镇魂珠究竟在哪里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可是我还是没能把以前的事情想起来。不急，你还有不到1天的时间去想镇魂珠究竟在哪里。行刑是明天的5时。行刑？对，斩首示众。如果你想不起来，就逃不过弃子的命运。不是我不救你，是寡人从来不留没用的人。姑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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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冢仔！明天5时就要行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宇文邕他会救我吗？兰陵王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第一个就要去找殿下问个清楚，为什么失约？可我还能出去吗？青锁妹妹怎么突然被大冢仔给抓了起来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跟大冢仔作对，那是他自找的。听说青锁妹妹被压在密牢里，你说她会不会有性命之忧？反正也是大冢仔送给我的女人，大冢仔想让她死，难道我还会去拦着吗？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阿庸，你真这么想的吗？你这么聪明，明哲保身，总不会不懂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明哲保身啊？你也得想想办法救救青锁妹妹，毕竟你们也是夫妻一场啊。夫妻，对我来说，她只不过是个女人，跟其他女人没什么区别。阿庸，婉儿，你真善良。要想你想，我可没空。阿庸，这丫头，自从成了亲以后，就没有消停过，现在居然搞出这么大的乱子，她真的是不想活了吗？夫人别着急，等主上回来了就能问清楚了。夫君，青锁已经承认是他下毒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好侄女。请夫君明察，这孩子脾气是有点古怪，可也不至于下毒害人呐。再说他下毒做什么？他想害谁？他想害的人就是寡人。他不但在大冢宰府下毒，更是传递假消息，声称高长恭要派人来袭击大冢宰府，让寡人防不胜防，才让高长恭有机会逃走。可是，那也许是青锁担心夫君的安全，才中了齐国的算计。妾身以为，这件事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再说，青锁是皇上金口玉言许配给大司空的，
这件事可大可小，一定是有人故意设的局，拉青锁做陪葬，目的是要陷害夫君于不义啊！不必多说了，无尘道长已经从袁青锁的身上找到了下毒的证据，袁青锁自己也供认不讳。寡人已经下令，明日午时将袁青锁问斩。夫君，夫君，怕是其中有冤情，我求你，求夫君下令延迟行刑。我去找青锁问清楚，看其中是否有蹊跷。令下无悔。夫君，夫君，来啊！青锁是我的侄夫人送女啊，回房去。是，就应该到我的份上去查明白。夫人，她是我的侄女，求你了，夫君，夫君，求你了。在大冢宰府的后花园，你拿着匕首问我是交出镇魂珠呢，还是交出宇文邕？然后在我晕倒之后，假装好人把我送回了房。当时四下无人，就算我说给别人听，别人也不会相信。平时举止文雅的严婉姑娘，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。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呢？我倒是觉得是你变笨了。你啊，好久啊！看来姐姐是明白我的心呀。好妹妹，就算你再聪明，过2个时辰，你就会变成冤死鬼了。出战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，你以为你还活得成吗？那也就是说，2个时辰之后，你跟你师父香无尘就将永远都不知道镇魂珠的下落啦。你想起了镇魂珠藏在哪儿？你既想杀了我，又想抢我的夫君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只要你说出镇魂珠藏在哪里，我就有本事让你活下去。相信你？别开玩笑了。不过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又给我送来美酒佳肴的份上，我送你件礼物。这个礼物嘛，就在大司空府的杂物间。杂物间？你怎么会把礼物放在杂物间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情雅致送我礼物？该不会是一个陷阱吧？人常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反正我是诚心诚意的告诉你了，信不信由你。袁青锁，你别得意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镇魂珠在哪？就算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那又怎样？大冢宰已经下了命令，他要你死，恐怕整个大周国没人能让你活。哼！能不能救我的命，就要看那是真的，还是只是我的梦境呢？殿下，你为什么没来接我？你的心里究竟有没有我？你知道吗？要是我逃不过这一劫，那就只能下辈子再跟你相见了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青锁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详加查询案情，青锁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被陷害的。还不把夫人搀回房去？夫君，看在咱们夫妻的情分上，就算你把他关起来，也比砍头强啊！至少我还能看他一眼。大周律法，岂容儿戏？闪开！夫君。夫人，夫君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站住！大冢宰府又有人病倒了，大司空让我过来拿些药材。好，严婉姑娘，请。
这么大酒味？哎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会这样？要上断头台了，还醉得不省人事。不管他是真醉假醉，立刻给我带走。是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快点！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。喝酒。主上，青锁姑娘好像是喝醉了。老兄，这怎么砍？听大冢仔的，大冢仔叫你砍你就砍。是。主上，青锁姑娘这个样子，卑职根本没有机会询问她有没有想起什么。她必然是想不起什么，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拖延时间，赌一把寡人到底会不会杀她。那今日，不管她耍什么花样，这个人我杀定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午时马上就要到了，夫人还没醒。今天熏的什么香？怎么这么香？耍我！这里的每一寸地方我都找遍了，哪里有什么东西？我要赶紧回去，看看你死得有多惨。主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坐得住？青锁夫人马上就要被处斩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难道兄长会听我的？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要赦免青锁夫人。什么？快备马去刑场。是。主上，时辰快到了。袁青锁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现在还是不行，赶快把他弄醒。是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断头台，送你归西的地方。啊！可我明明记得是晚上，怎么一下子又到了白天啊？你少装模作样。姑父，我好饿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馒头吃啊？都到了断头台上，还想吃馒头？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我怕，但是我更怕饿。你是真怕吗？那你为什么面不改色？我怕得要死，可是我觉得有姑父在，我不会命丧于此啊。寡人若是执意要杀你呢？那姑父难道就不想等等颜婉姐姐吗？也许她有要事要禀告，这下毒之人并非是我呢。你想拖延？没有，我怎么敢拖延着不去死呢？我只是不想让姑父后悔。好一个后悔！寡人倒想看看，寡人让你死，谁能让你活？主上，馒头来了。给他吃。
好香啊！吃完了这个馒头，你就好好走吧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，来请先生。黄工人辛苦了，请到后面喝茶休息。多谢大主宰。大冢宰，下毒案另有隐情，黄工人还没宣旨呢。皇上圣旨是这么说的，皇上分明是让寡人不要徇私舞弊，认真监刑。何必多事？皇上的旨意，大冢宰必然了若指掌。是。黄工人，请。请。袁清所，你可认命吗？就连皇上都改变不了姑父的想法，我只有认命。只要姑父不后悔，我死而无怨。刀下留人，撤！鱼。兄长，兄长，请看在小弟的薄面上，将青锁从轻处罚。怎么个从轻处罚？小弟以后会把青锁仔细看管起来，让他交代出幕后指使。哦，原来他有幕后指使吗？我知道你心疼他，人嘛，为兄不会亏待你的。石真刀，提醒兄长。案前有新的发现，这是证据。很好，找到真正的凶犯了。主上，正是他。给大冢宰府下毒的是他，给高长恭通风报信的也是他。主上，证据确凿，此人已在上面亲自画押。砍了！